今天跟各位说说43年的冤屈，山卓·亨姆谋杀罪被推翻并释放的故事。故事发生在1980年11月13日，密苏里州圣约瑟夫市，距离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约55英里的北方，是布坎南县的县城。由于位于密苏里河沿岸，这里曾是19世纪中叶重要的交通和贸易枢纽。截至2020年，圣约瑟夫市的总人口约为72473人，是一个小城镇。当时31岁的图书馆工作人员派翠西亚·杰西克未能按时上班，促使他的母亲前往他的公寓查看情况。派翠西亚的母亲爬入窗户后，发现他的尸体倒在血泊中，他的双手被电话线绑在背后，颈部缠着丝袜，头下压住一把刀。当时警方迅速展开调查，并将目光投向一位21岁的精神病院病人山卓·亨姆身上。山卓·亨姆当时正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，因精神病和药物影响他的状态极不稳定。警方在他服用强效药物的情况下，取得了多次变动且矛盾的自白。尽管如此，警方仍然依据这些不可靠的自白，将山卓·亨姆定罪。1981年，山卓·亨姆被判犯有谋杀罪，并被判处终身监禁。自此之后，山卓·亨姆就在牢里待了43年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法律援助组织和司法改革的推动，使得像亨姆这样的案件得以重新审视。例如，无辜者计划 Innocence Project 等组织。无辜者计划 Innocence Project 是一个非营利组织，致力于通过 DNA 证据来纠正美国司法系统中的错误定罪。该组织成立于1992年，由彼得·纽菲尔德 Peter Neufeld 和巴里谢克 Barry Sheck 在美国纽约创立。无辜者计划的主要目标是为那些被错误定罪的个人伸张正义。他们的核心任务包括利用 DNA 测试，这是他们最强大的工具。通过 DNA 测试来证明被告的清白或确认真正的罪犯。由于 DNA 证据的高准确性，它成为重新审查案件的重要手段。法律援助，无辜者计划为那些无法负担法律费用的被错误定罪者提供法律援助，帮助他们重新审理案件。司法改革，该组织也积极推动司法系统的改革，包括改善证人识别程序、录音或录影所有的警察询问过程、加强法律援助等，旨在防止未来的错误定罪。教育和培训，无辜者计划通过各种教育和培训活动，提高公众和法律界对错误定罪问题的认识，推动司法系统的透明和公平。自成立以来，无辜者计划已经帮助超过375名被错误定罪的人士重获自由，其中许多案件是通过 DNA 证据得以翻案。他们的工作不仅帮助了这些个人，还对美国司法系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推动了多项法律和政策改革。无辜者计划参与了一些著名的错误定罪案例，例如卡尔·格拉索 Kirk Bloodsworth， 他是第一个通过 DNA 证据证明清白的死刑犯；卢卡斯·安德森 Lucas Anderson， 一个被错误指控杀人的无家可归者，后来通过 DNA 证据洗清罪名。在这些年来，一直致力于为被错判的无辜者伸张正义，并对亨姆的案件展开了深入调查。而事情的转折点出现在2023年。山卓·亨姆的律师团队重新审视了这起案件，在对他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发现，除了他在精神病院接受大量镇静剂的情况下供认外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与犯罪有关。据他的代表称，现年64岁的他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已知的女性被错误定罪时间最长的一次。巡回法院法官 Ryan Horseman 于2024年6月14日做出了长达118页的最初裁决，推翻了对他的定罪。据称，山卓·亨姆女士的律师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她无罪，包括重要证据在当时被警方隐瞒，没有提交给辩护律师。霍斯曼法官总结道，本法院认为所有证据都支持实际无罪的认定。审查发现，当地警方直接忽视了指向麦克霍曼警官的证据。麦克霍曼后来因另一项犯罪入狱，并于2015年已死亡。谋杀当天，有人在该地区看到麦克霍曼的卡车，虽然他提出不在场证据，但却无法得到证实。他在受害者遇害后还使用了他的信用卡。受害者派翠西亚·杰西克的父亲辨认出的一对独特的金耳环，该金耳环为派翠西亚·杰西克所有，也在霍曼的家中被发现。审查称，当时所有这些证据都没有向山卓·亨姆女士的辩护团队透露。山卓·亨姆女士在非自愿地被送往精神病院后，在抗精神病药物和强力镇静剂的影响下，多次接受警方审问。她从12岁起就偶尔接受精神治疗。
当时的法庭文件显示，他的回答都是单音节，并且不完全了解发生了什么，并因肌肉痉挛而感到疼痛，有时几乎无法挺直头部，这些都是药物的副作用。霍斯曼法官的审查指出，没有法医证据表明山卓·亨姆女士与这起谋杀案有关，她没有动机，也没有目击者将她与犯罪联系起来。山卓·亨姆终于在2024年6月出狱，但在出狱前，这中间还有一个插曲。据无罪计划法律团队称，山卓·亨姆是美国已知被错误监禁时间最长的女性。法官最初于6月14日裁定，她的律师已提出明确且令人信服的证据，证明她实际上无罪，并推翻了对她的定罪。但共和党总检察长安德鲁·贝利在法庭上反对释放她。他的律师肖恩·奥布莱恩 （Sean O'Brien） 表示，给一个无辜者定罪太容易了，但要让他出狱却比应有的困难得多，甚至到了法院命令被忽视的地步。释放一个无辜的人不应该这么难。在周五的法庭听证会上，法官瑞安·霍斯曼表示，如果山卓·亨姆在几小时内没有被释放，贝利本人将不得不在周二早上出庭。他威胁要藐视总检察长办公室。终于在法官瑞安·霍斯曼的争取下，64岁的山卓·海姆离开了奇利科西舍尔靠监狱大门。据堪萨斯城星报报道，他将与姐姐住在一起。获释后，他在附近的一个公园与家人团聚，在那里他拥抱了他的妹妹、侄女和孙女。山卓·海姆被释放后拒绝向记者发表演说。奥布莱恩说他会直接去见他父亲。他父亲因肾衰竭住院，最近转入安宁疗护。这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。他父亲谈到他的获释时感叹说道。辩护律师肖恩·奥布莱恩告诉星报，他仍然需要帮助，因为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监狱里度过，没有资格获得社会安全保障。山卓·亨姆的案件显示出美国司法系统中的严重问题，他被错误定罪并关押了43年，这明显是不公平的。这样的错误判决对他的生活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害，不仅剥夺了他的自由，还对他的心理和身体健康造成了巨大的伤害。我个人认为他应该得到公正的赔偿和支持。此外，社会应该反思和改进司法系统，确保每一个人都能获得公平的对待。每一个参与这起案件的执法人员和司法工作者都应该受到调查，以确保责任到位，防止未来再次发生类似的错误。这个案例提醒我们，司法系统的公正和透明是维护社会正义的基石。任何忽视这些原则的行为都会对个人和整个社会造成深远的影响。这个案件就说到这里，各位有何看法呢？欢迎分享，我们下期见。